平哥，你们两个在外面嘀咕什么呢？是说我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有件事情想请木兰帮忙。请她帮什么忙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呢在路上救了一个女孩子，她从小就被人给拐卖了，她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，逃出来之后还是无依无靠的，所以我想跟木兰说说，能不能把她收下当个丫头。那她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让她在门房等着呢。那我去看看她。你知道吗？啊，小姐。好，你是孙小姐带来的？是我。孙小姐已经吩咐了，你跟着我走，以后呢就住在我家。你是谁啊？大名鼎鼎的姚小姐你都不知道，你算一头扎进蜜罐子里头了。你先忙吧。是。我姓姚，叫姚木兰。木兰，10年前你有没有被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？你怎么知道？有没有一个女孩子跟你关在一起？是暗香，你答应过我，等你找到家人就会来赎我的。暗香，木兰姐，木兰姐，你看，卖包子，卖包子，借光了啊！卖包子了。啊，是啊。哎，借光了您呢？前面就是我们家了。啊，小龙。看来这方子有效，你再接着吃几副，好吧？我也觉得今天精神好多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蒋太医，我想跟您请教个问题。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啊。啊，我是新来的。啊，新来的丫鬟。啊，不是，我是专门来伺候病人的。哦。我想问您，大少爷的病真的是好多了吗？哎呀，曾府上下，这已经不是秘密了。姑娘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今天第一天到。啊，那就莫怪了。病了这么久，只能是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了，啊！半由天？这怎么讲？一半靠药力，一半靠病人自己的元气。你没看过我的方子吗？我看过，里面有大黄，还有芒硝，这都是很猛的药吧？凭药力，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可您不是说过了月中就会有好转的吗？那得要看他过得了过不了月中。孙小姐，你陪的太医啊？孙小姐？哎，是啊。新娘子呀，你是？哎呀，不错。你们还不认识啊？哈哈，不，孙小姐，刚才老朽胡说了，胡言乱语，不算数，不算数啊。大公子的病吧，药石有灵，已经轻多了，只要他有精神，痊愈指日可待啊！是啊，谢谢太医。恭喜新人啊！哎呀，我一点都不知道啊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没事了，反正纸包不住火，早知道晚知道都要知道，不怪你了。哎呀，惭愧惭愧。走。你过来。
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累了，好好休息吧，以后有的是时间呢。不，我们两个还没有好好说过话呢。你是不是问过蒋太医了？没有。他一定是轻描淡写，说我的病是偶感风寒，即日可以痊愈。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信他的，那是骗你的话。平哥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久病成良医，这些天我看了不少医书，我的病我知道。平哥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慢慢的帮你养病，让你恢复的跟以前一样。妹妹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100件我都答应。他们会让你跟我圆房冲喜，现在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。为了我，你也不要答应。平哥，你难道不愿意跟我成亲吗？傻丫头，我当然愿意了。我做梦都想跟你成亲，可现在不行啊。等我康复以后，我现在这病生死难料，我岂能连累你啊？嘘嘘。可是冲喜能让你的病好起来。冲喜？什么冲喜？这你也信？都是些欺人之谈。要是冲喜能够治病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上还要大夫做什么？只要媒婆就可以包治百病。可是太医也说你的病是半凭药力半凭天啊。不，我不能牺牲你的幸福来满足他们的安心。曼妮，千万不要听任他们的摆布，这你一定要答应我。哎，你看，这可是牛次长的贺礼。可是这曾尧联姻是不是要改成曾孙联姻了？哎，这婚结的够乱的。哎，等上司有了准主意啊，咱还得改喜帖。老爷太太，真是按下葫芦又起瓢，好不容易盼着曼宁回来正经的冲喜，这人是回来了，可是新人却不愿意。唉，真是小姐不急急丫鬟呢。怎么，曼妮还是拒绝了？是平亚，他叫曼妮千万别答应冲喜。这平亚，他也干什么？我这正为请柬的事儿忙得头疼，这曾尧联姻改成曾孙联姻改都难，难道还要我雪上加霜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。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地步，那就没有退路了。不管平亚愿不愿意，喜还是要冲的。要是曼妮不愿意呢，总不能捆绑她入洞房吧？曼妮要是真的不愿意，那就不勉强了。不是还有木兰吗？其实能娶木兰就更好了。唉，可不是跟木兰说了吗？不要她冲喜的。那再改过了又怕什么呢？可是这改来改去的，改来改去又怎么样？我只不过是为了我的儿子娶一门亲，冲一次喜，让他的病尽快的好起来。老天要是长眼的话，也绝不会怪罪我的。那这些帖子，这些曾尧联姻的帖子，你们说，
是接着往下发呢，还是全改过来？我的天哪！这娶个儿媳妇儿，怎么像厨房烙烧饼似的？嘿，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？嘿，哎呀，大谬，简直是荒谬之至！啊，这都是宋代以来腐儒之论啊！我们中华民族4万万国民啊，一半是女性。要说开发民智，首先应该开发的是女智。所以先生，自光绪年间啊，就开办了直隶女子学堂。哎，尊夫人还以女流身份出任校长了。那也无非是以身作则，聊以表率而已嘛。爸。嗯。哎，爸。木兰，看看谁来了。傅老伯来了，那我们的校长没有一起来吗？他有些俗，走不开。哎，不过你们校长总是夸奖你呀，说你最懂规矩，最识大体，聪慧可人呐。那是我们校长错爱了。曾家平亚的病怎么样了？哦，好多了。不过，是精神好多了。秋光更胜春光好，最是橘黄谢肥时啊。木兰，傅老伯想请你们姐妹俩明日到西山一游，有时间吗？傅老伯真的是好雅兴，那我们谢谢您了。啊，好。爸，您能出来一下吗？好，去吧。爸，您猜猜看，他是谁？柴门闻犬吠，风雨故人来。啊，爸，我刚刚在来的路上就想起这2句唐诗了。难道真是10年前陪你度过黑暗的那个暗香？老爷好。哦，爸，我想把暗香留在姚家。好，你能来到姚家呀，除去了木兰的一块心病，她这些年呀，时常的想起你，每每不安。多谢老爷收留。啊，到了家了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有什么事儿，不用客气。道德二字。哎呀，老弟啊，姗姗来迟啊！傅先生早。哎，木兰，你今天也安步当车，没骑头驴呀？傅先生早。啊，本来是给他雇了的，看着我走，非要也跟着我一块儿走，天生这么一副天足大脚。哦，来了。哎，木兰，哎呀，哎，傅先生啊，哎呀，好吗？你这一路颠簸，累不累啊？嗨，不累，这驴啊听话极了。我还从来没骑过驴呢。哦，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！啊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小朋友啊，来，你过来。这是姚伯父，这是姚伯母。姚伯父，姚伯母，你们好。这2位是姚伯父的千金，就是你的小师妹了啊。这是木兰，这是莫愁。你好。你好。傅老伯，你还没有介绍这位师兄是谁呀？我姓孔，孔立夫。姓孔？那你不就是孔夫子的后人了？不敢当。若是天下姓孔的都是孔夫子的后人，
恐怕孔夫子就要贬低身价了。来，走啊，咱们再往里边走啊。哎呦，莫愁，脚崴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有事儿？我有什么事啊？还不肯招，我得好好审审你。你跟他是不是早就认识啊？干嘛？你要屈打成招啊？眼神，你们两个眼神碰在一起就有火星，还敢说素未平生？我跟他啊是在琉璃厂淘古书字帖的时候遇到的。是遇到的，还是特意约好的？你真的冤枉我了，真的是萍水相逢。啊，古书、字画，肯定还有什么甲骨文，相见恨晚吧？嘘。哈哈，杨老弟啊，你看。这一路上啊，到处都是乾隆皇帝的字，他对自己的字，一定是很自负的。先生喜欢他的字吗？乾隆的字规矩而有气魄，但还不能说精美超俗啊。我也没见过乾隆的诗哪一首是好的，只是普通的馆阁体，总是歌颂太平。开口紫气东来，闭口凤凰来仪。他还没说，人们就知道了。难道你能够想到的就一定是坏事吗？尽在意料之中，当然不是好事。不过那也看情形而定啊。诗人和隐士都不是普通人，所以他们笔下写的就不是普通人的事。但是乾隆他是皇帝呀，他必须说符合他身份的话。做适合他身份的事，毕竟啊，莫愁，有傅先生在，你怎么敢讲话？哎，让他畅所欲言，我高兴听啊。我只是替乾隆说句话而已嘛。毕竟他是这个太平盛国的君主，他的诗句就是太平盛世的点缀嘛。这也是一家之言，一家之言嘛啊。再说说他的字，乾隆的字圆润丰满，结构方正，比例含蓄在柔润的轮廓之下。皇帝的个性理应如此啊。人生之不同啊！哎呀，我这个女儿的字啊，跟这个是一模一样，圆润丰满，整整齐齐啊。木兰的字啊，就跟个男人的字一样。哎，这字如其人。哎，从一个人的字里可以看出他是长寿还是短寿。哎，乾隆他活到89岁，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。对，对，傅先生的话你也敢接啊？你是傅先生的学生吗？啊，不仅仅是学生，我住在四川会馆，就是他的面子。那他愿你出来玩，告诉你我家也来吗？他说过。他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了吗？他不知道，他只是说他的一位老朋友一家也会来。没想到遇见了你，很意外吗？是惊喜。木兰，我想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2个甲骨文是什么字了吧？你那本《饮冰室文集》还没给我呢。啊，哎，那我回去就送给你。那我也回去再告诉你吧。你觉得今天走来，一路的景色哪儿最美啊？我觉得那些残疾废纸最美。一个个恢弘王朝一去不返了，只有断壁残垣，见证历史。
先生在唱戏。他在唱《李陵碑》，杨吉野碰杯自尽的那一段。先生看见石碑，触景生情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在舞台学禅修道，去郎儿背叛红颜色，把家我姐呢？只剩下两眼照水我怎逃？大个里个大个咚，可怜他。进得中，有劲啊笑，血战沙场马不停蹄，为国辛劳。好，木兰，木兰，听傅先生唱。哎，木兰小姐唱的是声情并茂，字正腔圆呐、茉莉英雄的愤懑都在其中啦。哎呀，傅先生还夸他啊！一个女孩子家，在家里偷偷唱几句也就罢了，这大庭广众的你也敢唱，都是你惯的。不是我惯的，是我教的。孔夫子的后人，你想过我姐姐她会唱京戏吗？我在洗耳恭听呢。你以前没听过？莫愁，过来。这几句唱的真好。先生初次见面，怎么会听过？哎，曼妮啊，给你拿了一些苹果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在哭啊？为什么难过啊？我只是担心平亚。哎呦，擦擦脸，别哭了哦。你看，出露了这么标致，难怪平雅天天想着你。你来了，平雅的病可就好喽。可惜，我不是一味药。药？哎呦，还不止呢。我们家盼着你呀，早点来，要不然这平雅一直把你当个活神仙呐。桂姨，你是不是想劝我冲喜？哎，冲喜这件事啊，是慧云师太说了，为了救平雅，你不会不愿意吧？可是平哥不愿意啊。你先别管平哥愿不愿意，你告诉我，你愿不愿意啊？我当然愿意嫁给平哥，可是什么时候嫁，我得听他的。平哥不高兴做的事情，我不能做。蒋老客户，这是我最愉快的一天，大家放松自己，无拘无束。李夫和我，木兰，好像都尽在不言中，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难道这就是莫愁说的相见恨晚？哎，今天木兰怎么没有来啊？刚才听孙亚说，她看见姚家一家上西山去了。啊，只要不是去相亲就好了。世间上最窝火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。曼妮不错，有她做儿媳，该知足了。曼妮是不错，但是木兰更好啊。还有件事儿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的2位恋爱定亲了吗？今天的天气确实还没有。好像都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了啊。有什么打算呢？佛家的话说得很好，随遇而安，顺其自然吧。你呀，你反倒当了个甩手掌柜的了啊！进去吧，我们。
我的话是不宜在佛面前说的。你我相识多年，不过是在我成家以后。以前的我是个什么样子，傅先生恐怕连想都想象不到吧？那可以说说吗？以前的我呀，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浪子，酒色财气五毒俱全，喝酒赌钱，骑马学拳，浪迹天涯，举目无亲。人呐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。我呀，不但是玩女人，还养过一个歌女。这真是闻所未闻呐！自从我结识老弟，你简直成了道家圣贤中的人了。我开着药店茶行，但一切呢都由内兄冯舅爷来打理。唉，是赔是赚都无所谓。除了3件事儿，其他的我都一概漠不关心。哪3件事啊？书籍、古玩，儿女。你这么大的变化，哎，从何而来呀？都是娶了木兰的母亲以后。哎呀，我呀，忽然间啊，大彻大悟。不过，对你的女儿，你可不够关心呐。啊？人呐，天性各异，一切都莫过于顺其自然。木兰想学古玩，好啊，我就教她鉴赏识别。孩子们要上新式学堂，就让他们上；儿子要留学，就送他去英国。这姻缘之事，我最信的就是天命。我说了，你不会嫌我唐突吧？要是我觉得唐突的话，我就当我没听见啊。我很想到南方去，这里却有一事放不下。什么事啊？我可以帮得上忙吗？我母亲，她老人家含辛茹苦把我抚养大，现在正是我报答她的时候。但我这一走，就无法尽孝了。虽然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这个说法，但我还是放不下。所以我走后，麻烦你常常去看望他老人家，帮我照顾照顾他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要是他老人家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他接到姚家来照顾。这倒不必。我母亲不愿意麻烦人，只要你常常去看望她，陪她聊聊天就行了。我很快就会随北伐军打回来的。你要说的就这些吗？还有吗？我们可以说是刚认识不久，就这样委以重任。我太莽撞了吧？但我确实是没有更好托付的人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。我以为趁着绚丽的晚霞和阵阵松涛，他会勇敢地往前跨一步，谁知道我是多情反被无情恼了。李父的一颗心已经飞往南方，飞到他向往的北伐军世界里，没有留下一点寄托儿女情长。哎，莫愁，你干什么？你少用这几片甲骨做掩饰。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。
莫愁，你的眼睛在发光，你恋爱了。姐，你这是在倒打我一耙吗？哦，你是不是怕我问起孔立夫的事儿？问孔立夫又怎么了？你敢说你不是在想他？想他又怎么样？我是在担心他。他去了南方，参加北伐军，胸怀报国大志，不要儿女情长。无情未必真豪杰。姐，你误会他了。你知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他在门口，在等着你，还不快去？真的。木兰，怎么不进来呀？啊，我正要去找朋友商量如何去南方，顺路把书给你送来。那天看你很喜欢这本《饮冰室文集》，真的是谦谦君子，言而有信呢。不过来而无往非君子，我也有本《殷商甲骨文初探》，送给你。你也该言而有信吧？那2个甲骨文字，该告诉我了。现存的甲骨文里面一共有3000多个字，你对出每一个字都会有特别大的成就感，因为这些甲骨埋在地下已经有几千年了，它是有人性的。正因为他们有人性，我才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你先对吧？如果对不出来，你什么时候动身去南方，我再告诉你。李夫，该睡了。妈，我再看一会儿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是这样的？啊，甲骨文。甲骨文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些干什么？又没有什么用处。啊，随便看看。哎，妈，你睡吧。哎呀，我是睡不着啊，我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你爸爸了。他问儿子的婚事怎么样了？啊，缘分没有到吗？何必强求啊？那个来我们家的姚小姐，我看她又贤惠又聪明，她跟我也挺谈得来的。啊，是吗？那好啊，以后我就让她常常来陪妈妈聊天，摆龙门阵嘛。妈也问过她，她还没婆家呢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看你俩挺合得来的嘛。姐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你在干什么？在看书吗？什么书那么有意思，非得在晚上看？来，我看看《饮冰室文集》，这书有什么意思呀？我有一本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看了一定让你心惊肉跳，我去帮你拿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才不想心惊肉跳呢。哎，这本书挺好的，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。这本书该不会是在琉璃厂买的吧？立夫藏书，民国15年仲春。哦，原来所有的秘密都在这本书里头。这书是孔立夫送给你的哦。哎，是我借的。那这本书里头有没有什么小字条呢？那是你的什么什么，我还没学会呢。哼，我不信，我找找看。我何尝不希望有那么一个小纸条，写出他当面不好讲的话，可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妈妈知不知道姚家是什么人家？开着药店，还开着茶叶店，在南方都有分号。
虽然算不上是北京首富，可也是屈指可数。这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他们会看上我这样的穷学生吗？不是说民国可以众生平等啊？只要你有情，他有意，你们就可以自由了吗？看起来自由平等的五四空气，已经吹进妈妈心里了。我呀，是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我也跟妈妈说正经事儿。第一，我保证以后姚小姐会常来和妈妈共话家常。这第二嘛，我也请求妈妈以后不要再提结婚的事儿，免得把她给吓跑了。我看呐，是你自己先吓跑了吧？这个孔立夫啊，真是太有眼无珠了。放着姚木兰这样的小姐不追求，我看呀，他非傻即呆。别胡说。哼，我才开了他一个玩笑，你就心疼他啦？莫非你对他动了真情？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？哼，那个曾家当初还准备把你抢走了呢。这曾家呀，真是太可恶了。曼妮姐姐没有回来的时候呢，就要死要活的要你嫁过去。现在曼妮姐姐一回来，好了，眼睛不眨一下就把你甩了。这账你不算，我去算。你去找孙亚算啊？找他又怎么样？别假公济私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跟孙亚两个虽然吵吵闹闹，但我知道你喜欢他。我喜欢他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要是你知道的话，就不仅仅是喜欢，而是离不开他了。是吗？是吗？别装了。姐，那你觉得曾孙亚人怎么样？孙亚，他人不错啊，毛病也不少。不过，要是你有情，他有意，倒是一桩不错的婚事。可是我一跟他碰在一起就吵架。这就对了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。曾孙亚，曾孙亚，你们曾家未免也太缺德了吧？曾瑶的西剪满城都发着，我姐姐还没有进门，你们曾家就把她给休了，这叫我姐姐以后怎么嫁人呢？这种事儿，你别问我呀。难道你就不是曾家人吗？我们曾家是欠你姐姐的，不欠你的。哼，欠我姐姐的，就是欠我的。这账啊，你得替你们家还。那你说怎么还？请我吃西餐。嗨，吃西餐？那你绕什么弯子？直说嘛。行，今天呢，我就舍命陪君子了，请吧。哎，我说你吃得了吗？吃不了就剩，剩下就扔。你们曾家不是很有钱吗？说娶就娶，说不娶就休。哼，钱在你们曾家呀，就是个罪过，不花白不花。请问二位，现在开酒吗？是不是最贵的？是本年最贵的。开。Yes。哎，吃完西餐想去什么地方？今天呢，我就豁出去了，舍命陪君子。嘿，到底咱们谁在舍命陪君子啊？是你也行，谁让你欠我的？这喜帖到底是改是不改？这日子可是一天天的近了。别着急呀，要不我再跟曼妮去谈一次。曼妮啊，姨妈，
哎，在看什么书呢？啊，这是专治伤寒症的，木兰借给我的。我想多了解一些，以后可以照顾平哥。现在你的平雅哥是天天咳血，我们要是能救不救的话，那将来……姨妈，您不用说了，我愿意冲洗。曼妮啊，其实我和你的姨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对平雅哥的一片真情。可是，我们曾家天天盼着能够冲洗，以后能使我们曾家大吉大利。但是曼妮呀，姨妈不能这么逼你的。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那就摇摇头。这个洗，我们可以换人来冲。不用换人，换人我也不干。只要能治平哥的病，别说是让我冲洗了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